就这个我心心念念的泡泡馄饨皮，天知道我试了多少个配方，前前后后失败了多少回，终于把它给研究明白了。做出来这一刻我真的好激动，你们看这个韧劲是不是特别足？毫不夸张的说，它真的薄如蝉翼，往袋子上一盖，底下的小字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光薄透哪能行，这个延展性也必须得在线。下锅煮的时候也是不破不烂不混汤的，不管你怎么包，这个面皮都能牢牢的裹住肉馅儿。试来试去还是我这个配方最好用，2颗蛋清加上水一起250克，用的是常温水，给它搅拌均匀以后倒进面粉里。我用的是中筋面粉，500克的面粉里加3克盐，大家用高筋面粉、中筋面粉都可以哈。这个面团第一开始揉不光滑没关系，给它盖上盖子醒个10分钟再来揉就好揉了。揉细腻以后给它盖上盖子醒个半小时，我们再来擀面。这个面团一定要醒透，不然在擀的时候很容易开裂破皮。等这个面醒好以后，给它随便揉一揉，分成2半，一次性擀不完。刚开始擀的时候，先不要在案板上撒干粉，稍微擀薄一些，然后两边对折，给它整理成长方形。长方形的面片在后面擀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了。给它整形好以后就可以撒干粉了，两边都给它均匀的撒上干粉以后，两边对折。咱就用这个按压的方式来擀这个馄饨皮是最简单的。45度角给它压一遍，调个方向再压一遍。打开用擀面杖在不均匀的地方给它找个平。每次打开的时候注意一下有没有干粉，没有干粉就赶紧撒上点儿。然后用擀面杖给它卷起来，稍微擀几下，这样会更均匀一些。还是跟上次一样，用擀面杖45度角来回压一遍。前期在擀的时候，这卷在里面的和外面的，它这个保护会不一致。这时候我们就给它调换一下再擀。擀这个馄饨皮的步骤呢，其实就简单几步。咱先从这个压面开始讲，先斜着压上2遍，然后给它抻开，均匀的撒上干粉，接着用擀面杖给它卷起来，稍微的擀2下，然后拿出擀面杖以后继续压。本来想把这些重复的动作剪掉，又怕新手宝宝呢看不明白，所以这视频呢就开了倍速，尽量的少剪辑了。我用的这个散粉包是用蒸笼垫布包的玉米淀粉，用它来撒粉就比较方便，不会撒的到处都是，撒的也很均匀。这个馄饨皮擀到这里已经很薄了，做普通的馄饨皮完全是够用的。但是我们今天做的是超级薄的泡泡馄饨皮，所以还可以接着再擀。这个皮的宽度已经跟擀面杖差不多长了。那我们在这里撒干粉的时候，可以适当的给它多撒一点，撒的均匀一些。这里我们就有小妙招了，给它擀几下找个平。能不能擀得薄就要看这里了。先给面皮折叠起来，接着用擀面杖从一头开始卷起来。刚才为什么要多撒一点干粉？就因为这个卷起来以后就不好抻开了。步骤还是跟刚才一样，来回的给它压2遍，因为这个折叠起来层次很多，每一遍压出来这个薄度就非常的明显。第一遍压完以后抻开，一定要看看上面有没有干粉了。如果没有干粉了，就不要再压了，不然薄是薄了，一会儿抻不开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如果还有干粉的话呢，就可以继续再压一遍。如果你做的比较少，擀面杖也比较短，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。这样折叠着擀是比较快的，唯一的缺点就是撒粉的时候不好撒。最后一遍压结束，用擀面杖擀几下，找平以后再给它摊开。这个面片现在擀的已经很薄了，如果你想看的话，就抻开一点点看，千万不要整体给它摊开。抻开以后再想去切就难了，而且你会得到一块破烂布。我这一张就是抻开了，生怕给它弄破了，小心翼翼的叠了半个小时。折叠以后给它切成10厘米左右的宽度，接着把这些长条都整理好。如果嫌这样抻开太麻烦的话，可以在这个线上直接切上一刀，我标注了这里。在包的时候直接用手给它抻开就行了。一斤面差不多能做出来260到300张左右。看这个延展性，拉扯也不容易断，还有这个薄厚程度，我觉得已经很满意了。
这个皮做好了，这个馄饨馅咱也一起讲讲吧。用的是前腿肉，2肥8瘦，切成块以后放在冰箱里冷冻2个小时。一定要用新鲜点的肉，调料比例我打在屏幕上了。这个葱姜花椒水也是跟肉一样，放在冰箱里冷冻2个小时。这个葱姜花椒水一共分2次或者是3次给它倒进去。为什么要冷冻？就是冷冻后的肉你在搅打的时候它就不容易升温，肉比较新鲜，低温状态下这个肉才会出焦。不用搅打的特别细腻，摸上去没有啥颗粒感，肉眼看上去有点粗糙就可以了。咱自己做的馄饨皮，在包这个馄饨的时候可太简单了，就这样随便一捏，随便怎么包，煮的时候它也是扒得牢牢的。往里面放的调料我打在屏幕上了，放了这个葱油，回头我专门出个视频吧。本来打算做那个泡泡馄饨的，这个皮也好了，馅也好了，没学会怎么包，最后只能做这个皮薄馅大的了。像买的那种容易破，你看，一点都不带破的。这面皮吃起来滑溜溜的，1抿就化，可是在碗里的时候它还不容易破。这个馅料也很好吃，它就这种紧紧的抱团，一点都不松散，吃起来又嫩又香。